狄姐病死后，我成了她儿女的后娘。无论我做得多好，丈夫冷心冷清，始终惦记着已逝的狄姐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赃物。婆母一旦跟我有分歧，就抱着2个孩子哭，可怜亲娘走得早，后娘不上心。得知自己要死，我竟觉得松了口气，可我不懂，为什么他们哭得如此厉害？我不过是个不相干的人罢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大夫的交代犹在耳旁，他说我心中郁结，暴饮暴食，如今腹痛难忍，呕血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傍晚，夫君谢文挺归来，他带来一筐荔枝，你让人给个院分一分。说完，他便径直离去。看着荔枝，我才发现又是1年过去，我嫁过来足足5年了。狄姐的夫婿自是1等1的好，国公府的世子，一表人才，便是2婚也有万千女子争相嫁过来。狄姐为了一双儿女，使了手段，把我硬塞给他。想到当时我探望病重的狄姐，醒来却躺在姐夫身边，稍微一想就明白过来。狄姐苦苦哀求，许下我拒绝不了条件，我不得不低头认下基于姐夫的罪名，再由他宽宏大量地原谅我。他拖着病体恳求他娶我。谢文挺忍下对我的厌恶，娶了我。当时我没想到不受丈夫喜爱会过得如此凄惨，也没想到狄姐的一双儿女会打心底怨恨我，认为是我做出龌龊事才导致他们母亲病情加重，撒手人寰。也没想到我头一次怀孕会以那般结果收场。嫁过来第1年那会也是一箩筐荔枝，我按照份额分配，以为原先分到主院的那份是属于我和谢文挺的。20个荔枝，我吃了5个。谢凤安冲了进来，双眼通红地质问：谁让你吃的？我不明所以，手里还抓着荔枝壳，无措尴尬，我觉得羞愧，担心自己做了不妥的事，讷讷地答不上来。他愤怒地冲过来，一把推开我，推翻桌上的荔枝，这是我母亲的东西，你一个不知廉耻的人，凭什么吃？我没能站稳，踉跄间踩到他扔在地上的荔枝，狠狠地摔了一跤，很痛，温热的血淌出。见我摔倒，大概是我脸色太难看，他吓得哭闹起来。所有人都护着他，直到谢文挺发现我不对劲，找来大夫。醒来后没有温和的安抚，反而对上谢文挺晦暗的审视。他语气僵硬，算起来是那次留下的，这孩子月份不对，来的不是时候，本也不该留，传出去只会坏了2家名声。我以为对他无益，应当不会心痛，不想身体难受时听到冷漠的言语，还是控制不住落泪。他一走，我就失声痛哭起来，仿佛叫出声就会有人像生母那样疼惜我，把我抱在怀里哄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我不碰荔枝，伺候他之后必饮篦子汤。这一次也一样，我让他们抬下去，按照往年的份额分配，再把主院那份分给谢凤安那里去，由他送到祠堂里供奉给他母亲。点数时，毕陶疑了一声：夫人，多出10颗。我闻言顿住片刻，头也没抬：送老夫人那里去吧。没想到送过去没多久，老夫人又让人把我叫过去。她脾气不好，一看到我就骂：你怎么回事？都不会动一动脑的吗？我不明所以，习惯先认错，云阳鱼顿。孙嬷嬷对上我的视线，轻咳一声：老夫人说这是世子爷特意留给夫人的东西，怎好送到她这里来？我听到这话不禁失笑，老夫人不喜欢，那就扔了吧。一句话令屋内所有人都怔住，我自己也有点回不过神来，竟然脱口而出了。老夫人脸色难看，孙嬷嬷欲言又止：夫人，几年下来，狄姐的儿女因为我没了一个孩子的缘故，对我不再针锋相对。婆母给谢文挺塞女人被拒，朝我撒了2年气之后，也逐渐消停。谢文挺歇在我这里的时间逐渐增多，按理来说我应该算熬到头了，可突然得知自己会死，我才终于明白，我一点也不期待是否熬到头，我更期待的是放下一切，带着母亲和哥哥的牌位，回到他常说的故乡。我看着孙嬷嬷笑了下：还有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不在这里惹老夫人生气了。孙嬷嬷下意识看向我的身后，我循着她的视线转过身，恰好看到谢文挺领着2个孩子，不知道站在门口多久了。她脸色冷凝，直直看着我。
我与他相顾无言片上，决定不打扰他们一家聚集在一起用晚膳。走出2步，老夫人气不过的语气传来：“该用晚膳了，还去哪里？”我顿住步伐，看向谢文挺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从我身边走过去扶老夫人。谢凤安已经10岁，近2年逐渐沉稳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抬手示意：“母亲，请。”谢荣个头娇小，脾气也娇俏，见我一动不动，忍不住嘀咕：“让你留下，用得着高兴的不知反应吗？”我回过神来，举步往外而去。这一次，谢文挺喊住我：“去哪？”我步伐不停，不带任何情绪道：“回屋去用晚膳，在这里我用不惯。”身后传来老夫人沉重的咳嗽声。孙嬷嬷连忙劝说：“夫人只是一时想不开，他们小2口还有一辈子时间开解呢。”谢文挺的安抚：“母亲无需忧心。”走远了，还能听到2个孩子讨巧卖乖的声音。没有我碍眼，想必他们能更自在。回到菩提院，我站在门口，抬头望着老夫人赐予的牌匾，不免想起她在我小产后特意搬来这个匾额挂上。孙嬷嬷冷着脸规劝我少作妖，多念经祈福，说我没有福分才会折损孩子，话里话外是我自己咎由自取，仿佛他们先一步说了，就怨不到他的宝贝孙子头上去，仿佛我是故意折损肚子里的孩子，借此恐吓谢凤安。我眉头末尾地问碧桃：“我看起来很像坏人吗？为什么他们会以这么恶毒的想法揣度我？”他看我的眼神略复杂，语气很轻很温柔：“不是，夫人你人很好，你悉心照料先夫人的2个孩子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早已知道当初都是误会。”我举步进屋，语声怅然地飘散在空气里。可是好人没好报。碧桃是嫡母安排在我身边的侍女，生怕我会对嫡姐的一双儿女做出什么不妥的事，与嫡姐留给孩子的张嬷嬷一起盯着我：“你明日去那2个孩子身边照顾吧，顺便回王家跟夫人提一句，请她履行玉娘和我的约定。既然快死了，身边的人也该做好安排。”碧桃是唯一知道我得危急的人。夫人，大夫没说治不好。我听着她低声啜泣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，只是困惑，要死的是我，她哭什么？我挺想告诉她，没什么好难过的，能见到我娘亲和阿兄，我心里其实是快活的。我的生母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妹，2家早有婚约，只等我父亲高中归来。没想到他会悔婚另娶，据说是现如今的夫人曾救过他的命，他得为失去名声的女子负责，于是只能负了我的生母。奈何他的悔婚害我生母嫁不出去，不得已他便回乡纳我生母为妾。可这弥天大谎终究有撕破的一天，娘带我和哥哥一起投河了。汹涌的河流灌入口中，我喝了很多的河水，胃里很胀很胀。娘说我找不到回家的路，顺着河流我们就能回到家里了。以前我不懂她要回到哪里去，直至遭嫡姐算计，嫁入谢家，我有许多时间去想过去的事，方才明白娘不过是幡然醒悟，什么报恩，什么纳妾，不过都是我父亲的私心罢了。他舍不得曾经的年少情深，又贪图荣华富贵，故而以高门小姐的救命之恩来为悔婚行为洗白，再用联系表妹嫁不出去的理由纳表妹为妾。幼时娘会在我赞她吃食做得好吃时，失神的喃喃自语，以前我也是百家求的好姑娘，所以好姑娘怎么会嫁不出去呢？无非是有人暗示，才会无人敢娶她。知道的越多，她越是痛苦。尤其是父亲的正室生下嫡次子，开始觉得我阿兄这个庶长子碍眼，连带父亲对阿兄挑三拣四，阿兄时常被训得抬不起头。娘极为愧疚，她走神的时候越来越多，总一个人自言自语，自我厌弃。要不是我给人做妾，我的儿女本不用低声下气，受嫡母搓磨且不说，还无法得到亲生父亲的疼爱。她痛恨一步错步不错的人生，开始频频与父亲吵架。父亲气急时痛骂，要不是我，你只会嫁给粗鲁的屠户，生下儿女如何能穿金戴银？有福气也不会想，你这人真是福薄。娘说不过他，只能无声的哭。在他走后，他才敢小声说，我宁可成屠户妻，也不做薄情郎的妾。一语成谶，他真的成了福薄之人。娘牵着我和哥哥出门那会，
正好和狄姐擦肩而过，若不是她觉得不大对劲，喊人过来查看，我怕是早就死了。除了狄姐喊人及时，还有阿兄的支撑，我才能活下来。可大难不死，留给我的从来不是后福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是你害死了谨言。父亲得知是年幼的阿兄苦苦撑着我，对得救的我痛恨不已，认为是我害死他的长子。我这条命很下贱，没人觉得我该活，我的这条命很珍贵。阿兄认为我值得活下去。阿兄，对不住。我靠在枕边无声垂泪，我搞砸了。狄姐曾许诺，待她儿女可以独当一面，我就能带母亲和兄长回到家乡，一家人落叶归根，去看娘说的野花，清澈见底的溪流，去搭建阿兄与我畅想的木屋。夜里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察觉身后一暖，有人摸索着揽我入怀。谢文挺回来了。2年前，一次他蓄谋已久的醉酒，便再也不睡在他自己的房间。这还是我为了调养2个孩子的身体，时常看医书得知，男人醉过头是无法成事的。大概是发热了，我手脚有点暖不起来，任由着缩进他怀里，才暖和一些。他习惯性的在我后颈轻抚，你今日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不高兴的是吗？夜里谈话是他的习惯，轻抚后颈是调情的暗示。我沉默少请，我不想大半夜起来喝药，避子汤尽快喝效果比较好。天气还很凉，我不想一身汗，清理身体也很麻烦。他亲昵的靠近，微凉的薄唇轻触着我额角，以后别喝药了，凤安和蓉儿长大了，你身体也养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再生一个。我推拒的手腕被他握紧，不待他更进一步，我撑着身子坐起来。黑暗里，我拉开距离，与他静默而对。你听不懂吗？什么？不想喝药，意思是不想和你亲热。谢文挺性格冷傲，我以为他会就此打住，没料到他会摸索着靠近，一时不察，被他抓住胳膊。他耐心哄问，可是我招惹你生气了？察觉到他靠近的气息，我呼吸一滞，没有不高兴，想说的话还未出口，大概是我抗拒的次数太多了。他逐渐不耐烦，语气忽而加重，那你为什么哭？我怔住，什么？他冷淡的言语剖开我曾经的伤痛。5年前，孩子没了，你哭得很伤心。原来他知道我哭得很伤心啊。我喉咙仿佛堵住，缓和良久才敷衍道，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，当时太疼了，我不敢也不想要孩子了。过去太久，我以为忘得差不多了，想起来竟还是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原本这世上我能有个亲近的亲人，可他还未出生，便因我的疏忽大意消失了。一直以来，我怪过5岁的谢凤安，但更加无法原谅的是我自己。他是小孩不懂事，我一个大人竟没有注意过自己的情况。明明说要珍惜自己的身体，口口声声说这是阿兄拿命换来命，可我始终没有好好呵护自己，反而任由他人搓磨，总是忘记以自己为先。谢文挺听到我错乱的话，试图过来抱抱我，以前没有准备，但现在我们会很小心。一听到这话，我情绪激烈起伏。凭什么他说生就生？仿佛过去的事不曾留下丁点痕迹。我胡乱地挥着手，抗拒他接近，你别过来。黑暗中，一巴掌挥在他的脸上，一时间我和他都呆住了。他终究是耐心耗尽，你根本没想过为我生儿育女，对吗？极尽克制，还是能听出他发紧的语气里藏着隐怒。我紧绷的心绪骤然一松，张了张嘴，近乎颤抖道，对，我们和离吧。藏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的话，一点一点地倾泻而出。黑暗里，谢文挺许久没有回应，他的呼吸声似乎都消失了，等待的过程格外漫长。我的心跳如肋骨般震动起来。你们王家姐妹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谢文挺语声沙哑地质问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和离绝无可能。你多年无所出，休书倒是可以给你一封。撂下话，他窸窸窣窣下了床，拎起衣衫头也不回出去。门扇推拉间摔得哐当作响，风声呜呜地穿过走道，拂过悬挂在廊檐的铜铃，零落的响动撞击着我的心。
闭上阵阵发黑的眼，咽下蔓延而出的酸苦。我像个从里面开始溃烂的果子，一夜过去，竟病得起不来床，昏昏沉沉的醒过来，已经天光大亮。一束暖光透过灵阁，斜斜地定在半空，一粒粒细小的尘埃在不断翻涌，光芒高高在上，永远安定。我试图告知一切，但他并不在意，多说无益。我唤来丫鬟伺候，穿衣时下定决心，明日就去接回娘和阿兄的牌位，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，我的身体可能等不了太久。我问碧桃回来了吗？侍女摇头，还未回来。我只能另外派人回去找王老夫人，只求她能看在我为她照顾外孙的份上，干脆一些，把我娘和阿兄的牌位给我。早膳还未用，荣安堂的孙嬷嬷就过来了，她语带责怪，夫人今日怎么起得这么迟？老夫人就喜欢夫人泡的一手好茶，等了许久呢。我端着苦涩的汤药，好半晌没言语。府上的泡茶的丫鬟若是不行，那就发卖了。我是国公府世子的续弦，不是负责茶水的丫鬟。老夫人派孙嬷嬷过来，说些别扭的话，不过是表示不在意昨日我的不配合。我不是听不懂，可看着深褐色臭不可闻的汤药，感受着腐朽的病体，我突然提不起力气附和。以前讨好老夫人，不过是想要日子能舒坦点，现在我只想休息，我好累。孙嬷嬷张口结舌地站在原地，干笑地劝道：哎，这夫人辛辛苦苦这么久，怎么就突然这样？你马上就要熬出头了，咋还闹起别扭了呢？她喋喋不休地说了许多。老夫人脾性直了一辈子，并不是坏心眼之人。丫鬟的手艺不是不行，只是担心办坏事，泡好茶过于小心翼翼，老夫人嫌他们不够大方。她一向挑嘴，难得喜欢夫人您泡出的茶汤。再则老夫人也是给夫人机会，她鲜少会主动求和，可见是真的很喜欢夫人你呀。往日里这样的话我听过无数次，一直以来我都安静地听完，甚至觉得孙嬷嬷确实在我和老夫人中间起到缓和作用。大概是不在意了，反而能注意到往日注意不到的细节。她每说一句话都带着理所当然的指令，看似劝慰，可话里话外似乎都在让我不要不识好歹。老夫人递了梯子，我就必须下。老夫人怎么样都是应该的，老夫人满意，我就该谢天谢地。我轻抚紧绷的额角，让孙嬷嬷失望了，你就当我快要死了，已经不需要旁人的喜欢。病了该是什么模样？我好像一年到头脸色都很苍白，可晨间我对镜瞧过，比起往日疲倦的苍白，明眼人也该看出我今日的不同。身边的丫鬟都问我要不要请大夫。孙嬷嬷这等老人看过许许多多人的脸色，不可能看不出来，所以她为何能对着我继续说教？或许是在享受对我的说教。她作为老夫人的左右手，大多数时候接触的主子身份高贵，没有一个是她能说得的。唯独我不同，她可以仗着老夫人对我的不喜，对我多加管教，许多问题都有迹可循，只是我不想去计较。一开始她对着我总端着冷脸，我接手管家权后，他的态度随之转变，但也不过是换成笑脸来教训我。孙嬷嬷反应很快，呸呸呸，夫人耍气性归耍气性，怎么能说这样伤人伤己的晦气话？你看着他装腔作势，我只觉得心浮气躁。教训的话，嬷嬷还没说够吗？可要把我训斥的低声下气认错，嬷嬷才肯罢休。她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鸡，脸上慈和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住。夫人这是要拿老奴撒气。对此，我选择不和她争执，唤来侍女去荣安堂给老夫人回话。孙嬷嬷的教训我听到了，以后即便是病得起不来，也一定会过去给老夫人泡茶，还请她能饶恕我的大不孝。孙嬷嬷脸色煞白，嗫嚅的神态，仿佛想求饶，可惜长辈架子端得太久，抹不开面子开这个口。跑腿的侍女一溜烟没了踪影。我慢条斯理地吃着早膳，晾着孙嬷嬷许久，才施施然道：我就不送嬷嬷了。她连忙匆匆离去，与孙嬷嬷撕破脸，带不来丁点宽慰。咽下的早膳像是刮过伤口的刀，驱走一个，我手里的碗还未放下，谢荣不顾旁人的阻拦，径直闯进来。小姑娘一向傲，她的下巴永远略微抬起，养在老夫人身边长大，性格也像老夫人，自小深受长辈宠爱怜惜。
他冲到房里，发泄地扯断落地照垂挂的珠帘。我早早说过今日会宴请同辈来家里，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准备玫瑰饼？细细密密的珠子掉落满地。老夫人总说珠帘挂起来甚美，实则是用串珠子的方式惩戒我。国公府除了爷们，每个女主子屋里都挂珠帘，断掉的珠帘会收集起来，刻意留着等我来串。谢荣自小机灵，折磨人的方式也特别，他喜欢破坏老夫人交代我的事，让我完不成任务得到更多的惩罚。扯珠帘已经成为他发脾气的习惯。老夫人和谢文挺偏宠他，纵容他的小性子。第一次我提及，他们还反过来教训我，你为什么总和小孩子过不去？我一度听不得珠子的声响，听到就会心浮气躁，整夜的睡不着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谢荣见我走神，尖声叱咤。我回过神来，光是看着他充斥怒意的娇容，便觉得有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心口，喘息都变得艰难起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看着他，我竟觉得有些恐惧。我深吸口气，你宴请同辈，与我何干？玫瑰饼如拇指般大小，我娘以前很喜欢给我做。为了安生的日子，我卑躬屈膝做了太多讨好人的事。我找来许多配方，循着记忆里的味道，精心做出许多吃食。谢荣嘴巴挑剔，胃口不好，唯独我做的吃食他颇为喜爱。他喜欢的也尤为难把握，做一次耗时耗力，很累。大抵是头一回在我这里得到如此冷淡的反应。他怔住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想继续对着满地的珠子，我站起身往外走去，随口道，我不是教会厨娘做点心了吗？谢荣瘪嘴追出来，语气里带着他自己没意识到的撒娇，他们做的不好吃，根本不对。你既然费尽心思做我母亲，为什么这次不做好，害我被他们笑话？他们竟敢说我没吃过好东西，什么玩意都说好。离开满地琉璃珠的屋子，我深吸口气，转向他，我从来没想做你母亲，也从来没想过嫁给你父亲。是你母亲希望我嫁给你父亲。话音落下，谢荣呆住。王若云，一声斥责自不远处传来。谢文挺不知何时站在不远处，我闻声望见大步走来的男人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低头看向谢荣盈满愤恨的面容，他眼里含着倔强的眼泪。你胡说，分明是你贪图富贵，是你自甘下贱，何府上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张口刚想自证，转瞬清醒过来，该拿到手的还未拿到手。他要是出问题了，王老夫人不把我娘和阿兄的牌位给我该怎么办？谢文挺温声哄上许久，他才抽抽搭搭地与他告状，爹爹，我知道哭闹不对，可我为了今日准备了许久，祖母交代我的事一件也没办好，我担心祖母会不喜欢我了。搬出谢文挺还不够，还要点上最疼爱他的老夫人。我站在原地，身心俱疲，僵持片刻才俯下身，扯着唇角，是我不对，蓉儿别生气了，你想吃什么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做。谢荣怯怯地看着我，转而拽着谢文挺的衣袖，会不会太麻烦母亲了？我答应他们会给他们每人送上一份点心的。原来这就是他要来闹这一番的目的。越长大越会算计，估计是昨日不给他面子，被他记恨上了。昨日刚得知自己命不久矣，一时没能忍得住脾性，不该这样的，我应该多忍一忍。挽起袖子进了厨房，一直从白天忙到晚上，期间许多杂事干扰。谢文挺派人来要书房里用的香，谢凤安派人来要上次给同窗送礼的礼单做参考，管家派人来询问大大小小事项的决策。蒸完最后一批糕点，我打开蒸屉，闻到玫瑰饼的香味，我不受控制地捻起一块糕点塞入口中，香甜的味道在嘴里化开。与糕点粉嫩的颜色相比，我的手接触水太久，泡得泛白发皱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我仿佛回到幼时晨昏定醒，每次要在嫡母门外站好久好久。夏天太热，晒得人嘴唇发干；冬天很冷，手脚僵冷得没了知觉。年幼的我牵着娘的手取暖，实在忍不住，我祈求般的撒娇：姨娘，好累啊，云娘可以坐台阶上休息吗？娘心疼地把我揽到身旁，早上没吃饱才会累，下次吃饱一点。为了有力气，我一直很努力吃饭。姨娘死后，每次我觉得很累，就会多吃一点。
胃里传来的胀痛令我清醒过来，看着空荡荡的蒸屉，我再也支撑不住，跑出去吐了出来，吐得手脚冰凉，险些站不住，捂着胃蹲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春夜寒凉，穿堂风无孔不入，从热气腾腾的厨房出来这么久，忽冷忽热，冻得我瑟瑟发抖。丫鬟春华办完我交代她的事回来，就看到我蹲在地上，吓得脸都白了，连忙丢下手里的账本跑过来。一通忙碌，我才终于得以休息。谢文挺携着酒气踏入房间时，我正捧着药碗小口小口地喝着，面前的小桌上是账册，需要今日过一遍，确认无误才能呈到老夫人那里去。看到他的一刻，我心里浮现沉重的疲惫感。他醉醺醺地走过来，靠在我身上，芸娘，你近2日实在不对。我知道醉酒只是遮掩，他每次趁机缓和关系或者教训我，都是喝了酒再来。我屏住呼吸，呼唤侍女进屋伺候，可我叫了许久也没人进来。也对，何府上下都是谢家人，他们觉得我应该伺候世子谢文挺，认为我们夫妻有矛盾，趁着世子醉酒正好解决。他们自顾自地当作听不到我的呼唤。芸娘，蓉儿迟早是要嫁出去的，凤安如今也足够听话，母亲身体每况愈下，你我才是相伴最长久的人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和我商谈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我紧紧扣住碗沿，陶瓷在手指上压出痕迹，合理也可以吗？帮我拿回我娘和阿兄的灵牌也可以吗？谢文挺揉着额角叹气，芸娘，你娘嫁给你父亲，灵牌自有它的去处，你非要取出来，肯定会惹你父亲生气，如此也不合礼法。为了说服他，我与他说了许多，那些不曾与外人说过的过去，通通给他讲了一遍。我心底浮起期盼，我娘本来可以不用给我爹做妾的，我不希望她死后还要在王家祖先面前卑躬屈膝，她至死都想回家，我只是想完成她这个愿望，我没有多少。不等我说完，她开口制止，芸娘，即便如此，你让我一个做女婿的人去管岳父的事，还要从他手中拿走他妾室和庶长子的灵牌，你这不是求我帮忙，而是陷我于不义。不现实的期盼到底熄灭了。我张了张口，那你能与我和离吗？我可以自己去办这件事，和离之后绝对不会连累到你。谢文挺不耐烦地呵斥，芸娘，此事我再次声明，和离绝无可能，你以后莫要再提，否则我只能给你休书一封。争执声一停，显得屋里格外安静，方才的争执吵闹恍然如梦。我垂下头，揪住裙摆的手指蜷缩起来，休书也可以。谢文挺怒火中烧，王若云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这句话让我有点恍惚，曾经我父亲气急时也对我娘说过，忤逆他们的规则便是不可理喻吗？我已经和他说了我的诉求，既然他帮不上我，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做？以他的聪明，不该意识不到我会嫁给他是因为嫡姐的筹谋。我大概知道他的想法，多半是觉得我上下照料的大差不差，没有人如我这么好拿捏。国公府地位复杂，不允许娶门楣太高的女子，否则以他的身份，什么样的高门女子娶不到？谢文挺吃软不吃硬，我缓和一下心情，软下语气，我知道你不缺一个听话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在姐姐死前，你应该就已经有所准备，我不是多重要的人，不是吗？求你了，放过我吧。谢文挺静坐片刻，到底还是走了。不过他留下一句话，稍后我会把休书送过来。一瞬间，我心里盈满欢喜，碗里所剩不多的汤药已经变凉，我也不在意，抬起碗一饮而尽。没过多久，休书果然拿了过来，我翻来覆去仔细查看，小心翼翼地存放好，浑身卸下重担，只待明日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太过欢喜，竟有点睡不着。我没有收拾太多东西，只准备足够多的私房钱。5年下来，能记在脑子里的东西我都记下来了。回家的路线我曾向管事打听得一清二楚，什么样的标识最好，路途会遇到什么，各式各样的经验我都打听过。一夜好梦，我在鸟鸣中醒来，太久没能睡好，刚醒来还有点懵。我收拾好包袱，叫来春华，让他拿上休书去帮我处理户籍，办理录引。本该等上多日的事，有国公府的名头，1个时辰就处理得差不多。
拿上包袱出门时，遇上在花园里采花的谢荣。他看到我别扭地哼了一声，我只当没有看到，想要直接离开。他没忍住，你要去哪里？心情好，我随口应道，我要回家了。他提着裙摆小跑过来，我也要去。我摇头拒绝了，我过去拿个东西就走，那里不是我家，我要去安南县，去我外祖家。他仰头看着我，愣住许久，安南离这里很远，你怎么不带仆从？怎么突然要走？马车准备了吗？爹爹会一起去吗？等他问完，我一一作答，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回去，以后就不回来了。蒙蒙细雨忽然落下来，我催促他，春雨寒凉，别淋湿感染风寒了。他退后几步，依偎在院门下看着我。我小跑到能遮挡的地方，本想向府上的人讨要一把伞，可不知为何不想张这个口。趁着雨势还小，看来得出去买一把伞。望向灰蒙蒙的天幕，我心里琢磨，3月天安南应该也很多雨，路途可能比较泥泞，得想法子买点雨具和方便赶路的靴子，备齐常用药，免得到了要用时不便购买。出了垂花门，恰逢谢文挺要出门，他看过来一眼，取走随从手里的伞，撑开挡住我上方的雨，如果办得不顺，便回来，世子夫人的位置给你留着。我没有拒绝，展开真心实意的笑颜，多谢。拿过伞要走，他突然攥住我的手腕，稍稍迫近一步，拉下伞遮挡住旁人窥探的视线，一个吻落在我的额头。他清冽的气息萦绕在我脸颊一侧，世子夫人的位置以前或许谁都可以，但现在不是，早点回来。一直到他离开，我都不太明白，他是什么时候对我产生这样的心思。嫁进来2年，我逐渐知道圣上因某些缘故对国公府有意见。老国公死因蹊跷，世子谢文挺迟迟没能承袭爵位，加上他擅长断案，难免得罪权贵，导致他在朝堂内外都是独来独往。他谨重严义，不在任何事上扭捏。奇异的是，他从不会试图改变别人，在他看来人可以有很多毛病，例如老夫人没少为了让他纳妾一事，3天2头把他叫到面前训话。他真诚认错，坚决不肯纳妾，为了达成目的，他能列举很多理由，长期与老夫人抗争，任何人都劝不动。老夫人的别扭，谢荣的骄纵，于他而言不算什么大问题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一旦他认定不可为的事，就绝对不会强行介入，他从不给人留下画饼。在外面，世子谢文挺永远如青松般巍然挺正，四间风白雪不染尘埃，没有女子能抵抗这样的青年才俊。念头转瞬即逝，我握紧伞柄，快步奔向大门，跨出高门键，只觉一身轻松，终于不用那么累了。下雨时，街上小贩忙着收摊，到处都是小跑而过的行人，循着街道往王家里的方向走。1刻钟后，我站在王家主母的佛堂外。2小姐等上片刻，老夫人今日的经文还未念完。时隔多年，再一次在这院里等候。雨水沿着伞沿下滑，在细漫地面上晕出水痕。寻常人家可不会把这么讲究的砖铺在外面。王夫人姓苏，名婉仪，其父是万山书院院长，祖父是帝师，桃李满天下。如此讲究人家的女子嫁给我父亲，应该是真的很喜欢他，否则也不会那么敌视我母亲。他没有让我等太久。5年前嫡姐死后，这里建了佛堂，他的脾气就越来越平和，不同以往牡丹花一样的贵女姿态。如今他华发丛生，青衫素裙，没有寒暄，他自顾自道：“随我来。”我紧随其后，步步接近祠堂的方向，心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，心心念念之事即将达成，忽然生出点恐慌。他推开祠堂大门，乐里你娘死因不光彩，无法进王家祠堂，但因为你父亲疼宠，他与你阿兄的牌位一直都在里面存放着。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说白了，王家祠堂他们稀罕，我和我娘可不会稀罕。我父亲只是县里的小人物，往前数不过4代人。神龙案桌上摆着祖先的牌位，我找了一遍又一遍，猛地转身看向王老夫人：“你不是说在这里的吗？为什么没有？”王老夫人怔住，3两步走近：“怎么会没有？之前就摆在这里。”我与她一起看向案上的一处，上面还有2个印子，
可见是有灵牌常年摆在此处，突然挪走留下的印子。屋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，我们都意识到是谁挪走2张灵牌。走出祠堂，王老夫人脸色沉凝，你先回去，他不可能不把东西放回来，到时候我摇头，不，我得去问清楚，已经没时间等下去了。比起嫡母，我更怕父亲。阿兄死了那会，他看我的眼神像是恨不得掐死我。如果杀了我，阿兄能够活过来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命人把我拖下去打死。书房门口，林伯一副等我许久的模样，打开房门示意我直接进去。一进屋，我闻到火烧什么的气味。不会，不可能，站着做什么？进来坐。父亲的声音自里边传来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踏入他的书房，心怀忐忑往里走，没有在书桌前看到他，而是里面的露台看到他。一个炉子，上面烤着2个橘子。我虚脱般的松了口气，还以为调整好心绪，这才有空看向他。没有王老夫人的苍老，岁月格外优待他，没在他身上残留下什么痕迹。沉淀多年的温和儒雅，引得他身边伺候的侍妾频频看向他。听闻前阵子有人给他送了个28年华的妾，看来就是这个了。不等我行礼，他抬手轻摆，世子夫人如今的身份，我可担不起。你想做的事，那丫头已经告诉我。昨日我找女婿说过话，让他多多担待你的不易。现在回到国公府里去，继续做你的世子夫人。这2物件，在我100年之后，随你怎么处置。说话间，他拿起黑色的灵牌，接过侍妾地上的帕子，轻轻擦拭。否则，我现在就能断了你的念头。侍妾从善如流地挪开炉子上的铁网，黑色的牌位悬于炉火之上。难怪谢文挺会让我早点回去，难怪他会说世子夫人的位置依旧是我的。我所期盼的一切，在他们眼里只是个笑话。我已经时日无多，只求父亲能。他空掉的手令我大脑一片空白。为父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执意。他唇边讽刺的笑意太过刺眼，说话声突然止住，似乎朝我看了过来。我踉跄不稳地朝炉子扑过去，两侧的侍女拦住了我，我无力挣扎，渐渐脱力，跌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我执着地睁大眼睛，不敢晕过去。他偏开头去，不要说些糊弄人的话，世子愿意宠着你，由着你肆意妄为，你就该安生与他过日子。既然答应你嫡姐护着2个孩子，那么就把事情做到底。左右不过是个牌位，100年后为父允许你挪走你母亲和兄长的墓，可我能做到的唯有带走他们的牌位，想力所能及带着他们挣脱出束缚。我强撑着起来，摸索着捡起地上的包袱，接过侍女递过来的伞，喃喃道：不用了，我等不到100年之后，没你能活。一如许多年前他听不到娘歇斯底里的期盼一样。我说的每一句话，在他这里都是女子的偏执，无用的妄想，以为我只是想要反抗他，想要膈应他。不是的，我只是想要完成娘的愿望罢了。我想跟着他们一起回家。他曾经为了断我娘的念想，命人截下安南送来的信件，把她困在后院的天地间，彻底沦为身如浮萍的妾。我平静地看向他，一字一顿道：你恨我，不过是因为我是你强迫他的证明，你留不住他，便用孩子来留住他。你恨我不起作用，恨我没能困住他想回家的心，你真让人觉得恶心。他脸上的笑容僵住，再也维持不住温和的假象，暴怒地踹开炉子。来人！不用，我自己走。我挥开侍女压进手，转身逃离出这个窒息地方，一路跑出王家。我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胃里一抽一抽的疼，好累，想吃东西。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我站在一个重新开启的摊位前，1碗馄饨，2碗馄饨。周边传来窃窃私语，我放下汤匙，好累，还是好累。扔下银两，我在长街上漫无目的走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惊觉自己正站在河边，波光粼粼的河流让我想起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恐惧，呼吸再次急促起来。娘，我们要去外祖家吗？娘，外祖家有好吃的吗？我牵着他的手问了许多，可我不知道外祖父早就没了，我娘没能回去见他最后一面。舅舅跋山涉水而来，
告诉母亲这个消息之后，压抑着情绪要走时突然倒下，原来一路太远，她病了许久，娘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没了。她才知道家里给她写了很多信，可她一封信都没收到。她死后，府里许多人议论，说她想要作妖，却没想到真的死了。不是的，她在河岸边走了许久，特意寻一处没人的地方才跳下去。我阿兄当时已经12岁，他早已懂事，告诉我站在原地不要动，他和娘去给我捞螺，很快就会上来。可我也已经8岁，偷偷学会做点心，想要等到母亲生辰那天做出来给她尝尝。春日河水很凉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家里有山坡，野花野蛮生长，风里有2道身影，他们笑着朝我招手。谢文挺番外，一夜荒唐，怀中的七妹怔怔看着我，脑海里是昨夜玉娘身边丫鬟端来的汤。不用多想，我知道是玉娘的意思。不同于寻常女子般哭闹，芸娘只是安静挣开我的怀抱，蜷缩到角落。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看着像是不知情，可后来却承认是她所为。不是她也会是别人，既然送上门了，我干脆就定下她，命人去查她的过往。玉娘死前以担心儿女无人照顾的理由，为丈夫续弦的作为，引来许多人议论，更遑论这人还是她的庶妹。无人时，玉娘同我说，夫君，妹妹答应我会照顾好家里的。她说了许多，无非就是在说芸娘对我有意。玉娘与我相处多年，知道我生性多疑，说这么多似是而非的话，成功扰乱我的判断，以至于后来我对芸娘过于冷淡。可无论我用何种态度，芸娘始终不温不火。母亲爱管事的性格我都不太能扛得住，她却耐心至极，能听得进去母亲的每一句话，原以为能就此安生下去。那日我回来，听到凤安的哭声，进了屋，地上落着碎瓷和荔枝，所有人都以为凤安受了伤，检查了许久也没看到伤口。芸娘脸色惨白地站在角落，地上有蹭过的血痕，我还未走近，她便撑不住晕了过去。这是第一次抱起她，很轻。我和她唯一的孩子没了。母亲说这个孩子本就不许生，否则大家一对时间什么都知道了。母亲说这女子不是个安分的，想要借这个孩子离间你们的父子情。我们处理过太多的算计，以至于我们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想的也是算计。她醒了过来，我观察她许久，看不出所以然，故而试探。算起来应该是那次，这孩子月份不对，来的不是时候，本也不该留，传出去只会坏了2家名声。她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似乎听不太明白。我心里止不住后悔，但还是忍着不是走了。等我忍不住折回来，恰好听到她沙哑的哭声。我不敢进去，打算给她时间缓和，可不过是隔天，她就全然变了。她开始对我客气疏离，自那以后，我们之间似乎有什么不一样了。不管做什么，她都很有耐心。蓉儿挑食，她精心准备吃食，还会告诉孩子这是用什么做的。蓉儿其实有段时间其实很依赖她，后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蓉儿开始与她针锋相对。作为局外人，我看出孩子的别扭，所以许多时候明知不对，也选择息事宁人。直到有一次，蓉儿对我说，她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女儿，她对谁都一样好。一句话让我失去冷静。是了，她对谁都一样好，对我也很好，仿佛在完成什么任务一样。我不希望她这样，我希望她能生气。她终于如我所愿，有了脾性。其实即便明白她的好不过是履行任务，母亲也好，凤安也好，家里人都在她的好下逐渐软化，不自觉开始依赖她，喜欢事事寻她，因为只有她能明白他们的需求。可惜我很难从她脸上看到笑容。我没想到她发脾气发这么大，她要同我和离。岳父来寻我，才知道她想要远走。没想到唯一见她欢快的模样，是我给了她休书之后。我得知她命人去办理了户籍，甚至改了姓，王若云改成了张云，很普通的名字，但她好像真的很高兴。我止不住的心慌，可又觉得等她撞了南墙，一定会回来，因为她没地方可以去。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去接她回来了。我想起给她送伞时按捺不住的亲近，
如果回来中途下雨，还可以和他共撑一把伞。我让人备马车，脚步轻快地往外走去，路上遇到探头探脑的蓉儿，他一看到我就苦着一张脸走过来，要哭不哭地问：爹爹，母亲真的不回来了吗？我温声安抚：不会。说完，我觉得自己去确实不太保险，或许把蓉儿带去，看到孩子哭了，芸娘应该会心软不少。没想到走到门口，遇上大夫上门，平白无故的怎么会突然来府上？我想到娘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出门的脚步慢了下来。徐大夫怎么来了？可是我娘……徐大夫沉沉的脸色，在看到我时松了口气。他轻叹道：前些时候上山寻到一味药，或许能让令夫人的胃疾不那么痛苦。我纳闷不已，胃疾？世子不知道？徐大夫方知失言。我连忙追问：可是很严重，看来得进宫一趟，拿牌子请太医来瞧瞧。徐大夫看我的眼神颇为复杂，老夫见过许多女子得病，大多习惯因心病而起，病的各有各的不同。世子夫人一旦劳累，便会吃许多东西，这毛病由来已久，胃里受了很大的损伤，恐怕不太好。说到此处，他似是想起什么。许多年前，令夫人的生母也是如此，当时负责诊治的正是在下。世子夫人没有多久能活了。原来她那天喝的是缓解痛苦的药，原来她早就没有退路了，所以才会想要离开国公府。她不是在闹，而是临终前求一个圆满。如果无法得偿所愿，她会如何？很快我知道了结果。找到她时，她安静地躺在岸边。早上赠予她的山水画纸伞安静摆在岸边。卖馄饨的老摊主苦着脸道：他吃了好多的馄饨，扔下银两就走了。等我回过神，才发现他把伞和包袱都落下了，一路问了许多人才找过来。谁能想到他竟是想不开了。一旁突然传来骚乱：老爷，老爷，来人！大夫，老爷晕过去了。没有回头，我也知道呼喊的人是岳父身边随从。我怔怔地望着他的尸体，一步步上前，伸手想要抱他。部下拦住我：大人，还未确定夫人是想不开，还是被人害了，切不可胡乱触碰。他在我面前张张合合地说着话，我却渐渐听不到他的声音。他真的没了。事情传回家里，蓉儿哭晕过去，我不惹她生气了，是我不对。母亲也几次念叨着该对她好一些。许多人，许多事，在她死后我才终于看到听到。在她活着的时候，大家都默认这些是她该受的，等她死后才惊觉她以前是受苦了。我挖了她娘和兄长的坟。母亲得知此事大怒：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说好好葬了他，怎么还挖他亲人的坟？你让外人如何看你？此事闹大，往日的剑术都做了白用功。母亲说了许多，说应该以七礼迎他进谢家宗祠，让他受谢家世世代代的香火供奉，如此才是对他的尊敬。我垂手听完：不是的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想做王若云，不想做世子妃，他只想做张云，做他母亲的女儿。陛下找到我的错处，削爵降职，我已经不太在意。护送他们一家回到了安南。回到家里，听人说我岳父死了，听以前的部下说他被王夫人亲自下毒毒死的。王夫人主动投案，如今还在牢中关着。我去探望了这位岳母，她说你也该死，所有人都会有报应。对了，我也是凶手。我对芸娘做的事与岳父对芸娘生母做过的事有什么区别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